离婚不到1天，婆婆大摆酒席，5万一桌。可当丈夫拿着我给她的卡付款500万时，银行卡却显示被冻结。妈，我们离婚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刚办完手续回来，晨曦已经搬走了。好，终于把那个女人赶走了。咱们订个酒店庆祝3天3夜。是的，我搬走了，但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对，云顶酒店，我要最大的厅，5万一桌，先订300桌，庆祝我儿子终于恢复单身。妈早说了，那个苏产熙就是个土包子的，耽误你3年。现在好了，妈给你介绍李小姐，人家身家几个亿。妈，我刚离婚，能不能别……怎么能不急？你今年26了，再拖几年就是老男人了。李家资产几十亿，你跟了他就是豪门赘婿。怎么样？都通知到了？通知到了，300桌150个人，咱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陆家终于摆脱那个扫把星了。定的什么标准？5万一桌。既然要搞，当然要搞得风风光光的，让那些亲戚们都看看我们陆家有多豪横。5万一桌，300桌就是150万。怕什么？苏晨曦走了，家产还不是我们的，150万算什么？感谢各位来见证我们志成的新生。那个土包子终于走了，我儿子以后跟了李小姐，那就是豪门赘婿了。恭喜志成离了。是啊，那个苏世熙一看就配不上志成。先生，您的账单一共200万。刷这张。好的，先生。最后一次用你的卡，也算有始有终。这张卡被冻结了。陆先生，这张卡显示被冻结了，你还有其他卡吗？不可能，再试一次。抱歉，确实冻结了。请问您还有其他支付方式吗？怎么了？卡被冻结了。陆家不是挺有钱的吗？怎么连顿饭钱都付不起？不是说刚离婚分了不少财产吗？你们忘了，他老婆就是个土包子，哪来的财产分？算我的。余额不足。今天这个厅的所有消费记在我账上。是。赵阿姨，3年前你让我签的一份协议，婚前财产公证，陆家的一切与我无关，我签了。然后你让我住后院的那间储物间，我也住了。这3年，我每天早上5点起来给你熬粥，你说粥太稀，倒进垃圾桶。我给你买的水果，你说不够新鲜，全部扔了。你生日我送你的那条围巾，你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拆开，说地摊货也好意思送，然后丢在地上。但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最让我寒心的是你。晨曦，你从来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过一句话，一次都没有。陆志成，3年了，我给过你无数个机会，但你没有一次选择过我。3年前，陆家公司资金链断裂，1笔3亿的投资救了你们。你知道这笔钱是谁投的吗？是星辰资产。星辰资产是我的。后来还有2次，每次3亿。3年我给陆家投了9亿，而你们陆家给我的是一个储物间和一张被扔在地上的围巾。这张卡就是志成手里那张被冻结的卡，里面原本有500万，我本来想在离婚那天全部留给他，就当这3年的散伙费。但离婚当天，我收到了赵阿姨发的一条语音。志成，离婚协议签完了吧？等那个废物走了，妈马上安排你和李小姐见面。这次你可别犯傻，李家那是真豪门。所以我改了主意，这500万我宁愿捐了，也不会给你们陆家留1分钱。我今天来不是来看你们出丑的，那太没意思。我是来跟你们说清楚的。这3年我苏晨曦没有欠陆家任何东西，倒是陆家欠我一个道歉。不过我不需要了，因为从今天起，陆家的事与我无关。晨曦，我不知道，
我真的不知道是你。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记住今天。苏晨曦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装穷骗了我们3年，你有什么资格？赵阿姨，我没有装穷，我只是想看看，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们陆家是怎样对待一个真正爱过你们儿子的人。现在我看到了。原来陆家这几年都是儿媳妇掏钱撑着的，把金桂熙当土包子赶走，这家子人真是瞎了。益臻科技的收购意向书，什么？他要收购我们陆家的全部股权。他做梦！他不是在做梦，他给的条件是高于市场价30%。如果我们拒绝，他会直接做空陆氏科技，然后低价收购。陆志成，这张卡里本来有500万，是你应得的3年陪伴费，但你妈替你拒绝了它，好自为之。我叫陆志成，我想见苏总。陆先生，苏总今天的日程已经排满了。我可以等。陆先生，苏总今天不会回公司了，您请回吧。他明天有空吗？您可以在系统里预约，不过苏总近期的日程排得很满。对方抽回合作资金后，我们的流动资金已经非常紧张，下个月的薪资发放都有困难。银行贷款那边怎么样？3家银行都拒绝了我们的续贷申请，理由？没有明确理由，就是审批没通过。还有其他融资渠道吗？我整理了一份潜在合作方的名单，但说实话，没人愿意为了陆家得罪星辰资本。什么叫不来了？咱们不是说好今天见面谈合作的吗？赵姐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我打听了下你们家的情况，实在是不敢沾手啊。对方既然出手，就不会给我们留转圜的余地。他的资本实力比我们想的要强太多。当初我以为真心换真心，日子总能过好。今天开始，为自己而活。陆氏科技的股价持续下跌，3家核心客户已经转签我们这边，他们的现金流撑不了太久。陆景山那边什么反应？他约了您3次，都被我挡回去了。让他来吧。是。晨曦，我来求你，给陆家留条路。陆叔叔想求什么？你可以收购公司，但给我们留一部分股份，保留几个董事席位吧。3年前陆家资金断裂，星辰资本匿名注资，那时候你们没给过我任何席位。后来2次注资帮你们渡难关，你们也只当是遇上了贵人，连一句道谢都没给过匿名的投资方。你们不知道是我，只当家里多了个普通的儿媳妇。陆叔叔，我不恨你们，但我也不欠你们。收购是正常的商业决策，你们可以拒绝，只是后果要自己承担。陆先生，我是宋明远，苏总的助理。我想见他。不是我替他说，是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对他来说，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。如果陆先生是来谈收购条款的，我随时恭候；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抱歉，苏总的时间很宝贵。苏总今天没有时间见你，苏总授权我全权处理陆氏科技的收购案，你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说。我想跟他当面谈，不是谈收购，是私事。陆先生，苏总的私事与陆家无关，你凭什么替他说这种话？不是我替他说，是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对他来说，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。如果陆先生是来谈收购条款的，我随时恭候；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抱歉，苏总的时间很宝贵。你气色好差，离婚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妈在酒店摆酒那天的事儿，圈子里都传开了。我现在就是个笑话，对吧？大家都挺感慨的，说你们家没珍惜真心对你的人。志成，我问你句实在话，这3年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晨曦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不重要，我以为离开他我会过得更轻松，但现在只要你们愿意接手，条件都好商量。收购方是星辰资本没错，但你们也是大公司，不至于这么忌惮吧？喂，都怪你！你要是当初对晨曦好一点，他至于这么对我们吗？怪我？妈，这3年嫌弃他出身普通的是你，挑剔他做的饭送的礼的是你，处处给他脸色看的也是你。你问我为什么留不住他的心，你有没有想过是你一步步把他推开的？你居然帮着外人说话！他不是外人，他曾经是我妻子。苏总，今天的日程：上午10点和 AI 事业部开产品评审会，下午2点启明资本的合伙人来谈合作，晚上7点有个行业晚宴。您之前说不想去，但主办方打了3次电话，晚宴推掉。明白。陆先生又来了，今天一大早就到公司楼下，我让前台转告他您出差了，有事情可以联系法务。他不想谈收购，想来还您东西，说是您的笔记本和一些旧照片。
不用了，让他自己处理吧。明白。明远，谢谢你。这是我的工作。陆总，当初我们信任你才投资陆氏科技，现在公司经营出问题，客户流失，资金链断裂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大家冷静一下，我听说收购方给出的价格高于市场价不少，你为什么不接受？收购方的实际控制人是我前儿媳，那更该接受了。你们自己没留住人，凭什么拉着我们一起承担损失？我提议立刻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投票表决是否接受收购方案，同意的举手。这是我陆家的公司。陆氏科技是上市公司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不服你们可以增资回购，不过你们还有资金吗？股东大会通过了收购方案，益臻科技会成为陆氏科技的控股东，我们失去经营权，只保留少量股份。这么点股份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这栋房子要抵押还债，得换个小一点的地方住，剩下的股份每年能有一些分红，省着点花也够生活。这点钱怎么够花？以前我们一个月的开销都不止这些，都怪你！当初你为什么要同意苏晨曦进门？你够了！当初是你们觉得他性子安稳，适合结婚，主动提的亲，后来处处挑剔，容不下他的也是你们，变的从来不是他。这是你的东西，落在陆家的。你给我这个，想说什么？我想说对不起，不是为了公司的事儿，是为了这3年，我从来没有好好正视过你，一次都没有。你已经说过了。那我还能说什么？什么都不用说了。陆志成，我给过你3年时间，你什么都没做，现在说什么都晚。晨曦，如果我说我不想离婚呢？如果我说我想重新开始呢？你没有机会了。离婚协议上你的签字是真的，民政局门口你说3年了，没什么可留恋的，也是真的。苏总，陆先生把东西放下走了，这件事需要我跟进吗？不用。明白。苏总，有句话作为助理我不该说，但跟了您6年，我还是想提醒一句，别回头。陆家的问题不只是陆志成，只要赵阿姨的观念不改，陆志成就永远会在关键时刻犹豫。您已经给了3年，足够了。我知道。那我就不多嘴了。你要去哪儿？非要搬出去住？公司没了，房子也要抵押，我们早就不是以前的陆家了。但我最后悔的不是失去公司，是没珍惜晨曦。你还想着他，你真是执迷不悟。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3年了，你从来没把他当成家人，处处刁难他，而我就只是看着你毁了我的生活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打吧，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但你记住，打完这一下，我就不再回这个家了。陆总，收购完成后，益臻科技将持有陆氏科技大部分股权，我们会派出新的管理团队，您和家族保留少量股份，不再参与经营决策。算得真准，连董事会都进不去。苏总的意思是，陆氏科技的技术团队很有价值，他不想因为管理层的问题流失人才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你瘦了。你也是。公司技术团队都还好吗？都留用了，他们技术确实过硬。那就好。晨曦，我搬出来了，从我妈那儿搬出来了。我跟她吵翻了，不是因为公司。够了，陆志成，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些。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3年前每天早起熬粥的日子，现在想来只觉得不值得。喂，是张主编吗？我要告庙。星辰资本的苏晨曦隐瞒身份嫁给我儿子，离婚后就收购我们家公司。赵女士，这个料我们不能登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最爱登这种新闻吗？赵女士，星辰资本的法务团队业内都知道，而且你们的事儿都是离婚后的正常商业行为，劝您一句，别折腾了。大家来评评理。星辰资本的苏晨曦瞒着身份嫁给我儿子，离婚就针对我们家。这不是酒店结账刷不出卡的那位阿姨吗？人家帮了你们家那么多，你们不珍惜还挑剔，现在怪别人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住的地方还行吧？你妈又在网上闹了。爸，我不想说她的事儿。志成，回来吧。你妈年纪大了，脾气不好，但毕竟是你妈。我已经28了。我这3年最大的错不是娶了晨曦，是她受委屈的时候我一次都没站出来。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苏总，赵雅琴在大厦门口聚集，已经通知安保了，穿深色多扣衣服的男性马上到，可能会有相关话题引发讨论。正常处理就好，让公关部发一份声明，就说我和陆家的私人纠纷已经通过合法途径解决，不存在任何争议。明白。赵雅琴被带去派出所做了笔录，已经放了，给了行政警告。
如果再闹，可以按寻衅滋事处理。公关部的声明已经发了，媒体那边都沟通好了，事情很快就会过去。辛苦了。还有一件事，陆志成上午给我打了电话，替他母亲道歉，说给公司添麻烦了。他说会劝他母亲，但不确定能不能劝住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收到了，以后有事走正式法律渠道就行，不用特意联系。谢谢你，明远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公司叫一真，因为做企业和做人一样，都要追求本真。商业世界里包装很多，但能走得远的，永远是看清本质、守住本心的人。发布会很成功，媒体采访排了10家，您想见几家？2家行业专业媒体就好。明白，我安排。明远，今晚有空吗？有。6年了，从你加入星辰资本到现在，这6年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您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不是针对陆家，而是收购陆氏科技，保住整个技术团队。您在意的是技术和人才，不是私人恩怨。哪怕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您也一直用合规的方式处理问题，这是我佩服您的地方。你倒是比我自己还清楚。这是我的工作。不只是工作吧？青婉啊，我是嫂子，家里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你大哥的公司被收购了，就是那个苏晨曦，她瞒着身份嫁进来，离婚就把公司抢走了。你是志成的亲姑姑，你可得帮帮我们啊！嫂子，我下周回国，陆氏科技有我的创始人股份，当年我出国交给大哥代持，现在公司被收购，我的股份必须说清楚。这件事等我回去当面谈。公司的事儿，嫂子在电话里说了一些，但我想听你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起来话长，你嫂子她……所以是你们把人家赶走，嫂子又去人家公司门口闹，最后公司被人家合法收购了，嫂子还是老样子，拎不清。二姑，志周长大了，你一个人住这儿？搬出来3个月了。你妈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怎么打算的？我劝不动她，只能先管好自己。那苏晨曦呢？你还放不下？志成，这次我回来不只是处理股份的事，我想把陆氏科技的核心技术拿回来。二姑，公司已经被合法收购了。我知道，但陆氏科技的底层技术是你爷爷那辈打下的基础。你爸不懂技术，你妈不懂商业，你不懂苏晨曦，但我懂。我要靠商业合作拿回来，不是靠闹。苏总，久仰。陆女士客气。听说您在硅谷做科技投资，业内口碑很好。我今天约您有2件事儿。第一，陆氏科技创立时我有一部分创始人股份，当年出国交给我大哥代持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想追回属于我的那部分权益。您的股份在陆山海先生名下，要追回的话，您应该和他协商。我会的。第2件事儿，我知道您收购陆氏科技是看中他的技术团队和研发积累，不是为了私人恩怨。我想从一真科技手里回购核心技术资产，价格您来开。陆女士，10几年的技术迭代，现在的公司和您当年离开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手上有个项目叫星落，用的是我当年留在陆氏的底层架构，加上我在硅谷10几年的技术积累，但我不仅在目前的试产品线，更适配海外市场。你们缺国内已经铺好了通路，合作对双方都有利，也能让国产技术真正走出去。赵雅琴的事儿，我替陆家正式向您道歉。她是我嫂子，她的错，陆家该认。您要是不信任我们，可以签对赌协议，项目做不成，清越资本全额赔付。方案发过来，我让法务和技术团队评估后再谈。苏总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苏总，我们算赢了吗？没有谁输谁赢，只是终于不用再和过去纠缠了。以前我总觉得要争出个对错输赢，后来才发现，真正的赢是放下过去，往前走。感谢那些始终站在我身边的人，感谢并肩同行的伙伴。过去的已经翻篇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心向晨曦，路自向前。你看，万家灯火里也开始有我们的光了。光会越来越亮的，因为我们在往同一个方向走。那就一起往亮处走。你看这夕阳，正好。正好，赶上新的一天。原来最好的方向，从来都是和对的人一起走。有些路不必问终点，因为身边有你。原来万家灯火里有一盏是等我回来的。
不用很大，刚刚好装下我和他。以前总想着要赢得什么，后来才明白，能赢过昨天的自己就已经很好了。原来带着期待出门，连路边的风都是甜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喝这个？因为上次你说过这家的拿铁最好喝。